斗破苍穹98集，萧炎天幕山脉之行，竟与纳兰嫣然重逢，果断出手相救。随着得知古意来历后，萧炎来到幽暗的森林中，开始修炼3000雷幻身。他坐在篝火旁，火光映照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，他的眉心处火印微微发光。他突然睁开眼睛，释放出一股无形的能量，这股能量迅速凝聚成与他一模一样的分身。萧炎观察着这个分身，发现他的实力仅达到斗灵级别，且凝聚时间短暂，容易被识破。萧炎意识到，按照修炼法则，凝聚分身后的下一步是锤炼分身，直至其力量与本尊相等。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的风雷之力来锤炼分身。正当他为此苦恼时，天火尊者的声音从那界中传来，提醒他不必局限于风雷之力，可以使用他体内的异火，尤其是陨落星炎来锤炼分身。萧炎顿时领悟，决定尝试使用陨落星炎来锤炼分身。他将分身收回眉心，然后进入灵魂海域，开始用陨落星炎包裹分身进行锤炼。尽管这一过程极为困难且耗费精神，但萧炎凭借其卓越的控火能力，逐渐使分身变得更加凝实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萧炎感到疲惫，但他的努力并非徒劳，分身在陨落星炎的淬炼下正在逐步增强。天火尊者对萧炎的进展表示满意，而萧炎则意识到，尽管分身的锤炼过程艰难且耗时，但与废天相比，他的进步速度已经非常快了。最终，萧炎从修炼中醒来，他深知分身的锤炼需要更多时间，他收拾行装，准备前往天幕山脉。动身吧，那天幕山脉恐怕已经被人海所堆满，不知道那10人之术能否抢到。这可是突破斗皇的契机啊！萧炎带着淡淡的血腥煞味，令周围的魔兽感到惊恐而逃。20天的风餐露宿让他的外表略显狼狈，但那双漆黑的眸子中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光芒。这种危险并非消失，而是变得更加内敛，仿佛随时都能爆发出致命一击。站在山脉的尽头，萧炎望着山下的繁忙大道，心中感慨修炼之路的孤独与枯燥。他深知，要想成为令人敬畏的强者，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和忍受难以想象的孤独。自从离开乌坦城以来，他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，而这种认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变得更加深刻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揉了揉眉心，这段时间的修炼已经成为他的习惯。即使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负担，但作为炼药师的他，自有一套缓解疲劳的方法。他从那戒中取出地图，确认了前往天幕山脉的路线，然后展开了碧绿的火翼，准备启程。他知道自己的古翼属于强大的天妖皇族，因此必须小心使用，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萧炎化作一道碧绿火影，向着北方天际飞去，心中明白天幕山脉的天山血潭对于年轻一代的吸引力。血潭的神奇效果，尤其是对年轻一辈的突破瓶颈有着极大的帮助。各大势力对血潭的关注，也体现了斗皇与斗宗之间的巨大差距。斗宗不仅是家族的顶尖力量，更是家族名声和影响力的象征。萧炎清楚，只有成为斗宗，他才有资格与薰儿相见，才能面对他背后那个神秘而强大的古族。为了能够与薰儿在一起，他必须展现出足够的实力，而首要的第一步就是突破到斗宗的境界。经过5天的跋涉，萧炎终于看到了被云雾遮掩的天幕山脉。这座山脉的雄壮巍峨，甚至超过了他所见过的任何山脉。山脉中的云雾不仅浓郁，还蕴含着浩瀚的能量，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萧炎注意到，山脉的入口已经被无数的修炼者占据，他们都是为了争夺那珍贵的10个名额。正当萧炎为这壮观的场面感到惊叹时，一道清脆的鹤唳声划破了天际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他望向声音的来源，看到一头七彩巨鹤正扇动着翅膀，向着天幕山脉飞来。阳光下的羽毛反射出耀眼的光芒，美丽而壮观。当众人见到那七彩巨鹤时，一道道惊讶的声音顿时响了起来。居然是七彩灵鹤，这不是风雷阁那位凤小姐的坐骑吗？萧炎顿时一怔，眉头微皱，又是风雷阁。风雷阁的凤小姐在中州北域名声显赫的人物，她不仅修炼天赋惊人，还被风雷阁东阁阁主收为关门弟子，是年轻一辈中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东阁阁主的人。风雷阁作为中州顶尖势力之一，其阁主的地位自然令人羡慕。凤小姐的出现，无疑让在场的许多人心生羡慕与嫉妒。萧炎也不例外，他坐在树顶上，目光遥望着天空中的七彩巨鹤，心中暗自思忖着废天是否会跟随而来，给这次天幕山脉之行带来麻烦。随着巨鹤缓缓降落，萧炎终于看清了鹤头处的凤小姐。她身着七彩裙袍，气质尊贵，面容美丽而圣洁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公主。然而她身上散发出的冷漠气息，却又让人难以接近。萧炎心中对凤小姐的美貌与气质赞叹不已，但他的目光很快转移到了凤小姐身后的2位苍老人影上。这2位老人虽然看似弱不禁风，但萧炎却能感受到他们的强大，至少也是6星斗宗的实力。萧炎心中稍感轻松，因为至少废天没有出现。他知道，在废天这样的强者面前，自己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，除非依靠运气和机智。周围的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，讨论着凤小姐的美貌和实力，以及天幕山脉的规则。萧炎了解到，
天幕山脉内的能量潮汐会限制实力过高者进入，这让他更加放心，因为这意味着废天无法进入。萧炎收回目光，开始闭目养神，等待着能量潮汐的开始。他知道，一旦能量潮汐来临，山脉内的魔兽会收敛许多，那也将是进入天幕山脉的最佳时机。他心中暗自思忖，这次天幕山脉之行将会是一场激烈的争夺战。与此同时，凤小姐也在聚合上与她的2位长老交谈。她询问了其他3阁是否有人前来天幕山脉，得知其他3阁都派出了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。凤小姐对此显得颇为冷静，她知道自己的实力，即便是面对斗宗级别的强者，也有一战之力。当被问及萧炎时，凤小姐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。她听说过萧炎的名字以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，但她对此持有怀疑态度。她认为萧炎之所以能够做到那些事情，很可能是因为他身上的强大灵魂体。在天幕山脉内，能量潮汐的压制将使得这种优势荡然无存。在第3天，天地间的能量开始变得汹涌起来。萧炎睁开了微闭的双眼，眼中闪过一抹异样的神采。终于是要开始了吗？他低声自语。在天幕山脉的云雾之中，能量如同远古凶兽般苏醒，翻涌的云雾中传来海浪般的声响，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叹于自然的神奇。五彩斑斓的能量潮汐从山脉中冲出，形成一条绚丽的五彩河流，横挂天空。萧炎也被这壮观的一幕所震撼。他凭借过人的灵魂感知力，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五彩潮汐中蕴含的恐怖能量，心中对中州的奇景赞叹不已，同时也意识到天幕山脉内的能量已经变得狂暴而雄浑，在这里修炼，即便是时间短暂，也将带来巨大的好处。随着能量潮汐的到来，山脉入口处的人群开始涌动，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第一个进入山脉的人。萧炎眼中闪过火热的光芒，他对即将到来的天山血潭之争充满期待，想要一试中州北域年轻一辈的真正实力。突然间，人群如潮水般涌入山脉，整个天幕山脉外围瞬间变得热闹非凡。凤小姐乘坐的七彩巨鹤也煽动巨翼，从天空中爆射而下，其气势令下方的人群不得不退避三舍。对2位长老轻声交代后，便独自跃入山脉之中，决心在这场争夺中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进入山脉后，萧炎感受到了浓雾中掺杂的狂暴能量，这让视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他心中清楚，这天幕山脉辽阔且充满挑战，想要抵达天山血潭绝非易事。就在他急速前行时，风雷阁的凤小姐的声音突然响起，要求他停下。但萧炎并未理会，反而加快了步伐。凤小姐见状，发出一道攻击，试图阻止萧炎。萧炎身形诡异地避开攻击，并以碧绿火焰反击。2人的力量在空中碰撞，引发了一次小型的爆炸，引起了周围人群的注意。凤小姐展现出了风雷阁特有的风雷属性斗气，而萧炎则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之抗衡。最终，彩裙女子叫出了萧炎的名字，这让周围的人群震惊。萧炎的名字在中州北域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他能够从北阁主废天手中逃脱，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。而现在，他与风雷阁最为杰出的年轻一辈凤小姐的交锋，无疑将成为这场天山血潭之争的一大看点。萧炎他不仅成功击杀了沈云，还从废天这样的强者手中逃脱，这让他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面对周围惊愕的目光，萧炎冷静地收回了与凤小姐交手时使用的彩色绸缎，并表明了他不想无故树敌，只想拥有成为天山血潭10人名额之一。凤小姐对萧炎的狂傲态度报以轻蔑的笑声，她挑衅地告诉萧炎，天山血潭将是他们解决恩怨的地方。如果萧炎无法到达那里，那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归功于他人之力。言罢，他如同蝴蝶般优雅地退入浓雾中。萧炎对凤小姐的离去并不意外，他心中清楚，这场争斗只是暂时搁置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。他避开了众人的目光，选择了另一个方向，消失在浓雾之中。周围的人群对2人未发生的战斗感到失望，但有经验的人知道，他们只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更激烈的战斗保存实力。天幕山脉内魔兽横行，特别是天山血潭周围，想要突破重重阻碍到达那里，需要真正的能力。许多人涌进山脉，希望能找到珍稀的天才地宝，即便无法成为血潭10人之一，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。萧炎在浓雾中快速穿梭，他知道地图在这里无用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通往天山血潭的路。他跃上树顶，发现上面的雾气更加浓郁，五彩能量潮汐在头顶上方扩散，带来巨大的能量威压。萧炎决定依靠自己的灵魂感知力来寻找方向。他盘腿坐下，释放出灵魂力量，感知周围的能量流动，最终确定了北边作为前进的方向。他如同鬼魅般在森林中穿梭，避开了魔兽的纠缠，以惊人的速度前进。然而随着他深入山脉，速度逐渐减慢，因为深处的魔兽越来越强大。萧炎变得更加谨慎。在一次跃上巨树的过程中，萧炎目睹了一场战斗。一名黑衣男子背负蔚蓝色的大剑，与一头6阶魔兽对峙。黑衣男子展现出了惊人的剑术，一剑便将魔兽击败。萧炎对这位男子的实力感到惊讶，而男子似乎也察觉到了萧炎的存在，淡淡的询问他是否看够了这场战斗。这个人是万剑阁的唐英，
他作为年轻一辈中的翘楚，对萧炎的出现感到惊讶。两人简短交流后，唐英提出在天山血潭可能的合作，并迅速离去。萧炎在心中对天山台的存在感到疑惑，他知道自己没有路线图，只能依靠能量流动来指引前进的道路。随着萧炎深入山脉，他遇到的魔兽越来越强大，这使得他的行进速度不得不放慢。但他没有放弃，即便是在黑夜中也坚持赶路，尽管这增加了风险。黑夜中，萧炎依靠月光时的微弱光芒，与潜伏的魔兽进行着激烈的战斗。他的消耗极大，但仍然坚持着，希望能够在天亮前追上其他竞争者。经过一夜的艰苦跋涉，萧炎超越了5、6人，证明了他的勇气和决心。随着天色渐亮，魔兽的活动减少，萧炎也感受到了越来越浓郁的能量，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接近目的地。就在萧炎准备继续前行时，他听到了刀剑碰撞声和能量爆炸的波动。本想忽略继续前进的他，却被一声清澈动人的女子冷喝声吸引。这个声音让他的身形瞬间凝固。萧炎回忆起了一个曾经极其熟悉的名字——纳兰嫣然。萧炎看到4男1女5位气势不凡的人物对峙着，其中一位刀疤男子坐在树枝上，态度懒散，催促着手下加快速度。他的手下3名身穿黄色衣袍的男子是来自同一势力的地灵门，他们要求纳兰嫣然交出他肩上的通灵白狐。而纳兰嫣然曾与云云一同离开加玛帝国的少女，如今已成长为一位倾国倾城的成熟女子。她拒绝了地灵门的要求。纳兰嫣然肩上的白狐雪白柔顺，灵动可爱，但此刻因为对面3人的杀气而颤抖，发出低低的咿呀声。纳兰嫣然轻轻安抚着白狐，同时紧握长剑，准备迎战。地灵门的男子们对纳兰嫣然的美貌和实力都感到惊讶，但也毫不留情。他们利用土属性斗气将纳兰嫣然困在囚牢之中，并展开围攻。纳兰嫣然虽然实力强大，但面对3人的默契配合和消耗策略，他逐渐陷入困境。在一次强烈的攻击中，纳兰嫣然险些被地灵门的土龙击中，但就在这时，一道突如其来的拳风击破了土龙，挽救了他。这一变故让所有人震惊，地灵门的人试图找出出手相助的人。随着脚步声的接近，一道削瘦身影从浓雾中走出，那戏谑的笑声和调侃的话语让纳兰嫣然抬起头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出手相助的人竟然是萧炎。萧炎的出现对纳兰嫣然而言既是意外也是惊喜，他难以置信地凝视着萧炎，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。这个名字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记忆，也是一份深藏的情感。而萧炎面对这位曾有过交集的女子，心中同样有着不一样的感觉。